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今天这期好期待哦！对，今天这一期是很特别的一期，因为我们将要开展一场非常真诚的对话，有关于生与不生的选择。大家看我是站哪一边？大的不行，看他和看我，离我的预产还有整整9周。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通过 Ella 和我的讨论，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女性到底要怎样才能达到一个对于面对生育的一个自由的选择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上下2集，上集呢主要是针对咱们2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各自如何抵达我们的答案做一个非常真诚的分享。我想先跟大家再一次做一下关于这个跟生育决定有关的自我介绍吧，因为大家可能认识我们，也有可能是新的听众或者观众。我是倩，今年34岁，目前是第1胎怀孕中。我的生育观比较起伏变化，待会儿可以跟大家细数分享。我的个人的背景呢是在上海出生成长18年，然后搬去了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在美国住了整整14年。在32岁的时候呢，我选择放弃美国比较舒适但是非常紧张的生活，选择来到里斯本，算是半退休或者说是寻找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样一个选择。在里斯本如今住了2年，所以是34岁。我的人生大概是这样一个变化哈。然后职业情况我也想说说，我之前是比较传统的，本科是学经济和数学，毕业之后做了咨询管理，之后加入了一些科技大厂然后读了 MBA 之后成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 corporate executive 就是在这个消费企业全球消费企业做高管，直到我的自动退休选择，应该说什么自行退休选择。我是 Ella， 今年39岁，已婚。我是在中国出生，14岁的时候呢，搬到了英国继续读书。从小就有着铁打的不生育观念，这个观念随着成长也越来越进化，也得到了自己的内心最深处的接纳。我在英国待了11年以后呢，就去了巴黎继续读书。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巴黎没有待够，4年之后我又继续往南美洲走，我又去了巴西，在圣保罗住了3年。最后因为个人问题回到了中国，在深圳和香港又继续漂了6年，跟我的先生在那个地方认识的。我们是3年前搬到了里斯本。我呢是一个职业钢琴家，然后呢也带孩子教书，所以我说我自己是个社会母亲。我还挺喜欢这个称号的。古典音乐在我的这个人生里面充当了最大的一个角色，这也是待会儿我们要讨论的为什么我从小有这种就是不生育的观念。然后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趣和值得自己不断的去探讨的一个自我的人生问题。我们想要就是最终抵达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每一位女性都能够拥有很好的信息，拥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例子呀、数据啊等等，帮助她们非常自由的去做出生育或者不生育，或者什么时候生育、什么时候不生育的选择。但如果说我们现在先来梦想一下这个完美的世界哈，理想的世界，每一位女性都有这个所需要的一切去做这样的自由选择，需要哪些元素的成立，我们也好好提前做了一些研究。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就是客观的信息源。对，因为咱们现在不管是做什么决定哈，其实我觉得信息源的缺失或者说偏颇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对女性如果从小就能够接触到比较真实多元的这个生育选择，
你也许小时候看到周围有很多这个姨姨呀什么的，能够不生孩子，但是过得很快乐，其他人不给任何压力，那你可能就更坚定了，对不对？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质疑。如果说我一直能够看到，又有就是自己想要的孩子，同时在家庭内部父亲可以给予很多的帮助，女性的职业不受任何的影响，那我可能也对生育的选择没有那么犹豫哈。对，我希望这个信息是透明的，我希望这个信息是公开的，能够给我们女性提供很多很多的大量的背景资料吧，在做这种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选择哈，生育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爱女性的，非常疼爱，就对女性是很有期待的。对，所以希望就是如果这个社会，比如说在从小就开始学习，对不对？关于生育的这个 pros and cons， 算是的，对。所以我觉得就可以给至少在课堂里，在学校里面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要这样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们要 take charge of our fertility，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客观的信息源带来的就是多元的价值，是我们想说的第二个这个理想环境的要素哈，对吧？那如果社会文化不把我们女性成为母亲作为唯一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啦，可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那我想很多的女性可能可以更早更轻易的放下包袱啊，不管是选择不生，还是说选择晚一点生少一些，或者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才生等等，因为生育不仅仅是生和不生的选择，还有很多其他参数。对如果说这样的多元价值一直存在的话，那对我们做自由选择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我觉得就是女性不一定非得是有母职，对，然后才能够充实这个世界，或者才这个人生才是完美的。没错，对，通常你听到那样子说，哦，你的人生不够完美，是因为怎么你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我希望就是听完我们这一集，我们的这个念头会慢慢的打消，应该是去从更怎么样的生活方式更适合自己，然后重新去选择，真的是。对，Ella 刚才也提到自己社会母亲的这个角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其实跟这个有一点点相似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群当中会出现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照理说，如果按照进化论，大家都想要这个传递自己的 DNA，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哈？有其中一个 hypothesis 假设，就是说这些，比如说两位男性，他们是同性，他们自己结合成了家庭，他们虽然不一定自然条件下能够有自己的小孩，但是他们能够成为非常非常有用有价值的 uncle。舅舅，比如说伯伯之类的，他们可以去帮助照顾自己的外甥啊，那个外甥女啊，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强化了整个家族的这样一个生存和繁衍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假设哈，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放到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来讲，我觉得也是很正确的。就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付出我们自己的爱和关怀，对，能够达到我们的社会角色。对，我觉得其实虽然没有母职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爱和对社会的关心是同样存在的。对，有的时候还会感觉非常强烈。是，就比如说今天我刚才跟我的学生说拜拜，他给了我一个飞吻。对，我觉得so sweet， 因为他跟他妈妈都不一定会这样。对，就是，然后就特别乖，你就想到他小的时候，他现在已经10几岁了哈，他小的时候就那个小熊样子，然后当他现在这个稍微大熊一点的，你就会看到他的成长，然后你在他身上的付出，然后他跟你之间的这个交流，然后我觉得是无价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很想念他，就是如果他在我家住几天，我是 OK 的。此时插入一个三姑六婆的内心 OS， 就是那你为什么不生一个呢？待会儿我们也会说说这种非常常见的一些阻碍和我们怎么去思考哈。对，那除了客观信息源、多元价值，还有非常重要的系统性支持，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这个非常领先的环境，一线城市呀、美国的两岸呀等等这样的环境当中，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多年轻人愿意生，没有这个条件，不管是工作职业上发展不允许啊，或者说社会的这个系统性的支持太少，日托很贵，排队啊，一个小孩在纽约或者
加州这样的地方，日托的月费要在$2000左右。你的税后工资全都花在了这样子的日托费上哈，所以确实让大家觉得想生无能所以系统性的支持，不仅仅包括这个孩子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更幼儿友好的社会哈，然后还有更多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支持，去帮助女性能够获得更多一些的平等吧，对吧？职业不受影响呀，或者说这个在社会上她被赋予的这个责任会跟男性平等这些都没有达到，所以这些支持都不存在目前。对，这个父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很大。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身在此山中感觉不到，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从客观的地方来讲，你会找到很多很多不平等的一些待遇。对，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去改进的。其实讲到系统性支持我还想插入一个小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因为一般说到支持，我们都会想到说经济上的呀、社会上的这个文化上的呀等等。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女性她考虑可能不想生育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自己的童年不一定那么的幸福 ，generational trauma 这个她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原生家庭的创伤，她没有信心去把它阻断，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这个想法我听到的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尽量获得这个创伤 free 很难的童年，就是我们怎么去让我们童年的这个体验都变得更好。如果说童年真的没有达到比较创伤 free 的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之后还能够有非常廉价的心理咨询可以去 access， 可以去帮助我们完成重养自己。我觉得我也看到在网上很多那些比较就是极端的一些帖子就是当然他们肯定也是感觉走投无路了，就一些就是我后悔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因为在这个生育之前没有想好，就是这条路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没错。然而造成这个夫妻感情也非常不好，就早早的在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就夫妻感情破裂。你说的很对，就是我刚才其实说的是因为没有来得及完成重养自己，所以不生。你说的其实也出现的很频繁就是生育可能来得比较早，因为他选择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的草率一些，或者说默认选择，对，默认选择，但是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些及时的调整，造成自己的创伤或者说孩子的创伤。接下去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尊重个体选择这样一个文化，这个很重要。这一点尤其在东方社会当中，还包括西方其实也有一些这个传统文化当中也一样会出现，好像大家的手都要伸到别人的个人的生活当中去。对其实这样的文化有这样文化的好处，家庭更紧密，然后互相之间会有经济的帮助缺点肯定也有，就是每个人英语当中这个想法就是 you're nosing into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对，没有界限了就你把你的鼻子伸到了别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去。在一个理想社会当中，其他人是不应该给太多的方向性的指导。对，我觉得不要。现在我都是，如果别人问我的话，我都说你自己去衡量，然后这里有这些信息，然后你看完了给予信息嘛。对，给予信息。是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如果一个女孩子说我不想要小孩，没有人会去反问她你以后会不会后悔？你以后肯定会后悔。对，不要去威胁她。对，没错。对，因为我觉得后悔这个是真的是一种威胁嘛。就是你说了对谁有任何好处吗？对，感觉特别的诅咒别人，除了你自己爽到或者怎样，或者说 validate 你自己的选择，对吗？然后对于那些说我想要孩子的女性没有人会质疑她的职业能力或者说人生的独立性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些比较分裂的一些想法就说那个自己选择自己生小孩或者生很多小孩的，好像我其他都不用知道关于他的故事，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沉沦自我了或者怎样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不尊重个体选择的表现。对关键是如果说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是大家有客观信息源，有多元的价值等等，我觉得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的。下一集可能我们会讲到有一个比较兴起的，最近一些比较兴起的这个趋势叫做 pronatalism 生育主义这可以说吗？可以说生育主义。
说了再说吧，就是认为我们人类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任务，包括有一个概念叫做 replenish rate 或者是 replacement rate，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人口保持增长的话，就保持现有的这个量的话，每一位女性好像要生2.2个小孩。所以我觉得你是肯定拖后腿，我可能也拖后腿啊。对，我觉得我大概率也是拖后腿，所以这个把生育变成了一种社会的责任哈，我觉得也是对女性是不公平的。是，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成为一种让我们个人的。ideology 就是说意识形态去驱使的一个结果，我比较害怕听到就是女性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是一个独立女性，我不应该去牺牲，去什么顺产或者是去母乳，这就是一种 ideology driven 的思想过程。同样还有类似的，就是非常极端的这个环境主义的保护者啊，说因为环境这么糟糕，我就不去添堵了，我不能生小孩，就是那种非常极端的，完全以单种 ideology 去驱使的决定。绿色和平组织，对啊，好还是不好？点名了这里，完了，感觉已经还没有开始正题，已经敏感的不得了了。好的。对，所以以上我们 disclaim 一下呢，就为了之后能够更好的放开的去讲述我们非常个人的故事吧，对吧？对，也不是第一次讲述，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舒适了已经。是，其实我们最终都是这些非常个人的体验哈，但是想要分享的从来都不是答案，而是这个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过程。对，这个体验我觉得是无价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拿出来分享也是经历过很多心路嘛，就是并不是说你在街上路人问你就可以哒说出来。对，是的，我们也经过了很长的这个思考和整理。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整理了好久了，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正题了。他们为什么选择不生？代表人物没有了，采访对象是 Ella。我想请你，如果一定要列出你个人选择不生育的几大原因的话，你的回答会是什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就是offend 到你啊？你会不会？我觉得不会，对，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已经是自己在那个心路历程里面理过很多次、无数次的一些问题。因为毕竟自己是女人嘛，然后在你的成长当中，你会觉得为什么我好像跟有一些人不一样？为什么我的朋友选择跟我不一样？对。然后我们成长的这个方向为什么又会不一样？然后为什么会有些朋友会疏远了呀？有些朋友会走得越来越近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了6年的这个就是心理咨询，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理解。然后包括我的心理医生也会，他会反复问我的这个就是选择的这个，比如说过了1年他又会问我，过了1年他又会问我，然后因为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嘛。我有5个原因，我觉得这5个原因呢还是挺有趣的。就是它是就是contribute to 我现在的一个综合决定。对，综合的决定。其实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这个核心家庭，我自己的这个小家庭，父母的这个家庭是非常失败的。然后这个 extended family 也是非常非常失败的。所以呢，我是从小是在一个极度暴力的，就是家庭环境下长大。很多人说不可能，你看你样子，如果你看到我现在是，那是因为我把自己养的还是挺好的。我的父母呢，就是从小他们就非常的婚姻非常不幸福。然后我的父亲呢，一直就是我父亲是个渣男，就这么说吧。然后我觉得这里也不怕，他看就看吧，无所谓。我父亲从小就是家暴我的母亲，而且是真的家暴，不是说冷暴力哈，是就是打人，然后很多次都是把他打到医院，然后大牙都是全打掉了的，我妈下面的这些所有的牙齿是重的，然后打掉了之后，他还要来justify himself， 就在我面前，因为他看到血淋淋的一个母亲，全是嘴全是血，然后他会觉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呢？他就会说你妈妈，因为她先来抓我，她先来怎么样，去 justify 她的这个 behavior， 然后我从小就非常反感她，所以这为什么我其实离开了他们去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远离了这个就这个痛苦，而且他们离婚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所以真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相机前的观众，不要因为说我要保全的所谓的这个家庭而给你的孩子造成再多的伤害，真的不值得。因为小孩在那种环境下，巴不得你们两个分的就是干干净净，他根本就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的再多1分钟的这种痛苦，对他来说是1000倍的痛苦，真的是。那些觉得自己在忍让为了孩子更好的家长，请一定要醒过来，你能够做的对孩子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好的模范。对对对，就是给他一个就是健康还有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对，然后自己能够选择自己的自由和快乐，这个是对能够做到最好的 role modeling。就比如说像这种他们长期的这个父亲对母亲的这个暴力行为，比如说我母亲就会拿刀、香逼啊，就是菜刀这种拿出来，你说多可怕！在小孩就是在几岁的时候，然后还会叫邻居、叫警察，这些都警察来了，派出所不会管，在那个年代都会说，哎，你们这家事我们就不参与了，但现在还是会管的哈。居委会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居委会，对，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没有那些，就只是邻居来劝架，但劝多了之后呢，邻居也觉得好像不是很想再介入，再加上我父亲的这个社会地位也会比我母亲高，所以呢，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明白。然后我母亲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就是跟我写了不知道多少封遗嘱，而且说什么只要他再伤害我，就跟他同归于尽，或者是我有什么3长2短，你就知道凶手是谁，你要去找他。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是从小就是一直听到大，所以对我来说是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觉得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对，特别是这种核心家庭哈，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负担，就觉得就觉得有的时候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呢？对呀，然后因为很小就也被送出去上学嘛，所以就觉得可能眼不见心不烦，他们会觉得 OK， 至少你看不到我们再继续这样下去了。而且我的这个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就更 toxic， 就是 toxic 到不得了，更加对，更加的 toxic， 就是像我的这个祖母，就我父亲那边的他是从小就是经常问我一些特别奇怪的问题，说，我记得我好像4、5岁吧，他说你爸妈如果离婚你要跟谁呀？就是天天都是说这种就是让我会觉得很不安全的问题对，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然后我不会去相信任何人，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没有 trust 对他们，对，没有任何的，我反而是防备他们，对，就是一直觉得something 他们要危害我，他们要威胁我，他们就是要来伤害我的家庭，因为我们家庭比较冷漠嘛，所以聊的也不多，但是呢，他们可能会看我的节目，可能会说你居然说我，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是影响我做这个就是最初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的对核心问题，因为你看到都是一些就是暴力，然后你那么小，你在几岁，然后你就看到血。我会在学校跟同学我说你爸妈会打架吗？然后他们说有的时候会吵，但是不会打。然后我就想完了，难道就我一个人会有这种血腥案例吗？就会觉得很孤立在这个方面，你不能去跟别人分享。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你哈，就是我们大家都住宿，所以聊天也是话题非常非常的广泛和深入。他就开始描述他自己父母的关系，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哇，真的每一个家庭太不一样，而且我自己的相对来说真的是太正常了。他的情况跟你有一些相似，也是因为父母之间的非常不和谐的 dynamic， 造成他的认知就是母亲告诉他，直接对着他说，他说我真后悔把你生出来，因为你毁了我的生活。对于一个初中的孩子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是，你说他怎么再去自由的做生育的决定，对吧？我觉得这一份自由就完全就被剥夺了，没有回复的可能性了，所以他也是坚持不要孩子的。对，这个母亲也是有 depression， 就是他的母亲有 depression， 没有去很好的医治或者说获得很好的资源。对，但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是难以想象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能够想象你那一刻听到你周围的朋友描述
他们的家庭，然后你发现你是一个比较少数的存在，对，就会觉得。就会很希望听到他们其实是 confirm 你的，希望他们家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至少自己不是落单的那个。后来你还会讲吗？那就不说了。后来就不会。后来我就有一段时间经常喜欢去一个很好的同学家，在重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父母就特别恩爱，然后我就想住在他们家，就不想走，就不想回自己家。对，就是赶紧领养我吧，赶紧领养我，不想在这样的家庭了。我那个时候好像也很被这样子很和谐的家庭给吸引的。可能孩子都有这样子的。对，孩子都喜欢好的环境，对，都会想要，对，希望有一个 loving 的一个 environment，最好家里还有只狗的，那我更要去了。对，那个时候养狗的很少，有养猫的倒有，对。所以孩子其实肯定是非常向往这样情感的这个，一个是 validation 哈，另外就是感染嘛，对吗？你看到有爱的时候，你就能感知到爱了。对，哇哦，感谢你分享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因为第一个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就是一个 shock， 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子的，好糟糕，该怎么办？就自救，就是你会无比的想去自救。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也是有严重的这个肾上腺激素严重的要比别的小孩子要就是发达很多，就是因为抗敏嘛，就是我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抗击，对对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敏感，就比如说我父母是没有任何的敏感，他们对食物啊什么的，我就是很多水果不能吃，很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这个也是我后来才读到原来小的时候在不安全的环境下就是长大的小孩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然后所以呀。That's the beginning. And 1 of 5. Yeah, 1 of 5. Yeah, 后面就没有这么血腥了。对。然后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原因。好的原因。对，好的原因就是我从小呢，我一直跟我内心，我跟我父亲20多年没有见过面，没有讲过话，也不知道对方的这个死活哈。但我一直如果在内心对我记忆当中好的那个时候的他，我会感恩他，因为他把我带入了这个音乐世界，这是他唯一对我做出唯一的贡献。OK， 除了那个精子以外，对，然后就是这一个贡献，然后这个贡献我会一直感恩于他，在我内心当中，但是我不会跟他有任何的交流，我不会愿意去，哪怕他死的话，我也不会去看他，因为对我来说，他的这个存在在我的世界里面是非常有毒的。然后我现在非常开心能够跟他划清这条界限，他没有来再扰乱我的这个生活。从小接触音乐呢，就代表我其实很小就是进入了一个职业的这个音乐家的小音乐家的那种圈子，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从小就觉得好像自己被音乐拯救了，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不好的，然后家里面经常就是摔的那墙壁都是烂的，就被砸的，我就觉得谁家里面会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唯一好的就是有钢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会躲在钢琴底下，然后就是觉得这个地方安全，然后会把那个钢琴罩着，然后我觉得这里是安全的，然后所以那个就是我的一个好像 sanctuary 的感觉。然后所以在这种，而且音乐又是一个很 loving 很 forgiving 的一个 subject， 又是一个全科，它又里面有数学有哲学有物理，然后有美学，然后有声音，这些就是让我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好像第2元世界第3元世界的那种感觉。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中成长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就是从小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很强大的这种信仰吧，一个精神世界，就觉得音乐是最无限的最美好的，然后就觉得为他牺牲自己都是完全可以的，就是这种我也愿意为他服务，我也愿意为他献身。所以很多人说我觉得你没有童年，你没看过这个卡通片，没有看过，但我觉得自己没有缺失什么。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热爱，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对，可是你小时候不会恨哦？不会，不会，我就觉得当然因为钢琴外的世界更糟，我知道。当然你肯定会有想不练琴的时候，都偷懒了，有小朋友的时候，但是就觉得只要好像到了音乐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又
又回归正常了。就是我记得刚开始到英国的时候，也是觉得天哪，就自己到了一个好像全是外国人的地方，然后没有对，然后语言也不通，然后但是呢，看到了琴就一下就安心了，一下子就觉得哪儿的琴都是一样的。对对对，你就会觉得有一个 anchor 在那个像一个锚把你给拉着。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从小知道自己的这个职业方向，可能也 contribute 对我就是不生育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就说实话哈，这个是大实话，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在音乐里面，大部分的时间就你看，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音乐专业的话，真的是练出来的，没有人是什么天才不练琴就能够弹得很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刚才说这是一个好的理由，积极的理由，是因为你选择了钢琴之后，它把你带入了一个难以去 compromise 的一个世界，是吗？对，而且我觉得带入了一个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美好事情的一个重大的一扇门。对，我在想，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早就沦陷，可能是那种我有很多理由啊，我很多理由去吸毒啊，什么抽烟啊、喝酒啊、纹身啊这些。当然，我不说这些是坏哈，这些我觉得是一个自我表达。对，在我以为你要说，当然我们不是说我没有去做过啊。当然不说 ，You will never know. Yeah. Yeah. What stay in London, stay in London. Right? What happened in London, stay in London.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到了这个音乐的爱里面，然后觉得其实自己还是有能力去爱的，有能力去追求这个爱，这个美好。然后从小也是我看那个，他们都说我看痞子文学，因为我不会读书嘛，小的时候就是不爱看书，非常不爱看书。所以呢看的都是什么王朔啊、三毛这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接触他们的，就是在我也就10多岁，然后所以现在的记忆也不是说特别的清晰了，但是我就记得这2位就特别洒脱，就是觉得活的就是哇潇洒走一生的那种感觉，所以也塑造也把我 lead 到了一个就是想去，比如说三毛去了南美洲，然后我也要像他那样子去流浪一下，看看是什么感觉。是。但是你在音乐当中找到了爱，没有找到给孩子的时间，是吗？没有。为什么它联系到不生育呢？因为主要是音乐的这个，它给了我很大的那种满足感哈，就是这个满足感，我连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去在我的这个满足感里面去占有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是非常自私的。我觉得就比如说，你想你每天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练琴，你其实之后我连遛狗都很累了。真的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手臂是酸的，因为练多了，比如说你这2天练了1个小时每天，但是你这一天练了4个小时，然后你真的你的体力是觉得哇，就感觉自己撸铁撸了4个小时那种感觉，然后其实体力上面就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就是你自己是知道的，就是你要做饭是不可能的，我就是闭着眼睛，让我吃个薯条，我觉得 OK 了，我躺着就行了，对，仅能做的事情就是闭着眼睛，对，就张着嘴，然后躺着，然后所以我自己的身体也是不是说那种本来就是能不能跳的，所以本来就是在这个 energy 上面就是一个属于低能量的，或者是中低能量吧，不是那种高能量的一个人。我喜欢安静，喜欢这个就是家里面没有什么声音，然后虽然他们说只有你能出声音，对，就是那种对，然后晚上看那个，哪怕我们有这么好的音响设备，我都要把它调得很低，然后我听音乐也是听得很低的声音，我不能够，就是如果不是在音乐厅里面的话，我自己对那个声音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就是一定要安静，一定要安静。我也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对我来说太吵了。是。你们家有狗有猫，还有一个很爱放音乐的人。哦，是吗？OK， 这个就是我觉得第2个原因的这个综合，然后职业选择吧，可能让我就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了，没有过于充沛的这个能量去。对，主要是这个能量消耗太大了。对，然后呢，第3呢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单一成长，因为我是从小就是一个人，在14岁的时候就去了英国，然后没有父母的这个陪伴，然后也是举目无亲在那边，然后唯一有的就是监护人，但监护人就是你给钱跟他签一个合同这样子的。Host family，他还不是一个 host family， 他只是一个监护人，但是呢，他帮你去找那个 host family。哦，理解，就是还不是住在一起的，只是对你负责。对，哇，对，就是学校有什么我不听话了呀，老师直接写
写信是给他打电话。然后我的这个成长呢，就是我觉得我当时遇到的这个年长的这个 host family 哈，也很奇了怪了，你说对不对？我这样的家庭出去遇到的都是极好的家庭，就是极有爱的夫妇。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真实，我觉得当时我都会捏自己，我说他们怎么这么好啊？这夫妻怎么这么好对我？怎么可以有这么有爱的人，就无条件接纳你，然后就觉得就对你说的话都是轻言细语，然后全是鼓励的话，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如果把我生了该多好啊，对不对？对，但是呢，我遇到的这些家庭都是丁克家庭，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当时我也对丁克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也很模糊，就觉得他们没有孩子，也没有去问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孩子。直到有一天，我确实是跟我的这个 host mom，聊了这个话题。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大概的意思我记得他说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乐团里面的，做音乐的，他的先生是剑桥大学教英国文学的，所以他们的算是中产家庭。两个人都是50多岁了，当时他就说我们不是没有这个条件，而是我们选择不去生育。就是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也非常开心。对，然后所以当时就他的这个言语对我来说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让我会觉得很羡慕这样的家庭嘛。从小就觉得看到了原来良好的关系是可以这样子相处的，原来不争吵的家庭，有爱的家庭 ，Christmas 感恩节他们会给我做特别的饭，然后他们会去做为了我做中国菜，去学中国菜，然后会为了我做很多就是很善良的事情，他们也会去foster 其他的孩子，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有爱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就把我这种全身都是伤痕的感觉涂了一层药，就是那种，然后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可能对我的这个选择。但是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们这个丁克的状态，但是同时能够这么有给予爱的能力，对对对，就非常向往。对对，他们也是非常的过得也非常朴实，家里面没有什么这种大电视啊什么的，但是呢就会觉得非常有爱，就是每天家里面都是感觉平静温暖。然后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哇，我长大了，我想像他们这个你的模范。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都需要看到，就是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对对，这个模范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也其实需要看到，就是生了孩子之后没有丢失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例子。应该有很多，有很多。待会儿我来讲。对，你的第4个呢？其实第4个坚定我这个想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看到了真人的例子，更多的真人的例子。我长大了之后呢，就开始教学生，开始工作，开始就是挣钱养活自己。当然我的这个学生在当时还是都是来自中产以上的家庭，所以在这个经济上面你就看到哦，原来在英国的中产以上的家庭真的是这个样子。他们非常的富有，非常的不缺钱，而且也过得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住的房子就是你梦想当中的那种房子，看到的就是哇，家里面有花园，前面有车库，然后觉得这个我何时才能达到，对不对？因为当时我在教书的时候呢，是要去到别人家里面去教书，在有点像家庭教师这样子。进入了不同的形形色色、不同的这样子的中产家庭，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你也知道，伦敦是一个那个大熔炉啊，对对对，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所以呢，我的学生里面有阿拉伯人，有犹太人，有普通的英国人，然后有俄罗斯人，普通的英国人。所以看到了很多有趣的这个案例，然后这些案例呢，就让我就说啊，天哪，原来他们家庭是这个样子的。时间久了，你就接触到他们的一些秘密。对，这些秘密其实你不想知道的，但 you just know, right？ 来，我们来听听。我觉得让我其实有2个，我其实可以想分享2个。对，第一个呢是我的一个犹太家庭学生，他们不是哈希蒂克家族，但是呢他们是住在那个区。伦敦有一个叫 Gold Screen 的这个区，全部都是卖黄金的这个犹太家族。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区一出了地铁站呢，看到的全是哈希蒂克的那种大帽子啊，然后怎么样，非常非常Orthodox，对对对对对。传统的。我第一次去
我觉得特别有趣。我说天哪，我说我感觉我自己到了一个对不一样的世界了。我的这个犹太家庭呢，那个我进入的这个犹太家庭的学生呢，他们家有4个孩子，然后他妈妈非常好，就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一个妇女，就是生了4个孩子，连生了4个孩子。4个孩子的这个岁数是相差非常大的年龄，不是就是大家不是在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因为他说这是他哥，然后我一看哇全是大胡子，然后我第一次都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很怎么样去知道怎么去分这个辈分。对，然后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每次我去都是有哇给我就是点心啊，然后什么就是准备的这个，他们也非常爱音乐。跟他们熟了之后呢，有一次他这个母亲就跟我说，他说他要偷偷的去避孕。OK， 对，然后因为他说，其实他在他们这个 community 里面是不是很赞成避孕？避孕是一个 shame 来的，是一个不自然，是对他们这个神的一个不尊重。然后呢，会有很多的报应。但是他说他不能再有小孩了。然后我当时就不想，对，他说他不想再有小孩了，因为他说他太累了，很多的就是家务事，主要是家务事把他拖累的，因为他们犹太家族不是很喜欢请帮手啊，他们喜欢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然后一个女性做了，就是是所有的女性，男性在那边上神学，我真是对男性就是就去上 seminar 就可以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卖黄金的，开了一个就是普通的黄金店，然后呢，母亲就是在家里面从早上起来就是做饭、洗衣，各式各样的就是接送孩子，然后所以在他跟我讲完这个，当时我就说天哪，原来他要偷偷的去做这种事情，当时我会觉得让我非常难以置信，因为我在想，就首先他告诉我这个，我已经觉得就 too much information 了。然后他是开车把我送到车站的时候跟我说的这个事情。他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原来女性在这个生育权上面，在他们这个民族里面是这么的局限，就是原来这么没有自由。然后我会就替他觉得就是有点惋惜，因为他真的是劳累，而且他告诉你他很累，他每次他说I'm so tired, I'm so tired, I'm so sorry。他说我今天并不是一个高能量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这也是后来我在那个 Julia Hart 他那本自传里面，他说他自己流产了一次，他好高兴，因为他说他可以休息了。我的天！对，然后他在医院里面，他就说天哪，我不要出去，我不想出院。对，所以我觉得就当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劳累的这个程度让我是非常的不想去看到的，我就会觉得很心疼他们，就是从内心。然后当然除了他还有很多的家庭我也进入了，我也看到了真的是母亲的这个要比父亲劳累很多，然后我也会有的时候会很生气，我就说你们家怎么就丧偶式教育，就是你知道吧，对不对？还有一个跟他形成反差，他们是一个 loving family，OK， 是一个劳累的 loving family。还有一个形成反差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非常富有的，我不知道他先生是做什么的。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出无数个可能性，什么军火，对。然后我第一个反应的，对，就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家住的是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城堡，他当时让我去，就是我们家很远，然后我说有多远？我说这么远啊。然后但是他给的这个就是费用是 cover 了我这个所有的，所以我去一天只用去他们家这一个就够了。然后我第一次去就真的是看到就是住城堡的那种，而且是那种古堡，就是周杰伦结婚的那种地方，对，十几世纪那种古堡，里面有那个盔甲的，就是我会觉得，我想冬天这个加热费就不得了啊，我们就不行了，很舒适，里面就是装修的极其舒适，极其舒适，然后车都是全是豪车，有游泳池家里面，然后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花园是看不到头的，我都不知道那个花园的尽头在哪，对，就尽头在哪。这个妈妈我第一次见到她呢，她是我的其中一个家长介绍的，然后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看见一个美女，然后变得极其的消瘦，而极其的害怕，就恐惧，她眼睛里面就是恐惧，说话声音极其的小声，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不凑近的，你可能听不到她说什么。然后没有自信，就是你会觉得，这么好看长得，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如果她把自己再捯饬一下，应该是很美的那种大美女金发。我感觉她没有整容，我感觉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认知跟现在又不一样了。人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们有一个儿子。当时他就让我觉得就是非常胆怯，然后从来没见到过爸爸，每一次都不知道这个父亲在哪，每次他都说哦 ，my husband is traveling，my husband is 怎么样。
然后有一次呢，就是也是在他们家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跟他的这个关系就是聊天也越来越多了，他可能也对我敞开了很多他的想法。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 Ella， 他说他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原话他说 You stay sweet。然后我就想问他，对，他说 You stay sweet， yeah， 他说 You I stay bitter， 他说 You stay sweet， 他说 You are a sweet person， 他说 You are young， You are sweet， 他就跟我说，他说 Don't have children。然后我当时因为当时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可能自己不会有小孩，但是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子来，好像作为一个unsolicited advice 给我。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我才知道就是他是长期被他那个先生虐待，各种精神虐待。然后他现在就是吃各种各样的药，就虚弱瘦得不得了，就是那种你看他就是每一次看他一个 size 就 small 了，就感觉就是不正常。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只生这一个，然后他说他现在是不能再生第二个，然后他说因为他不想让他先生的这个性格再延续到第二个小孩，他先生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病，他说他觉得。然后他是这样子的话，就让我就是感觉就特别的很黑暗。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哈，我只是希望他能够逃离那样子的一个困境，我希望他可以很好的活着，然后我希望他的孩子，我的学生也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不希望他，因为在他的眼中所说他的孩子不正常，我当然没有察觉到，但是他就说他自闭，然后呢就比较黑暗的一个小孩，然后他说因为是他相信是这个性格遗传，然后他有看医生，然后他有偷偷的去带小孩去看这个去看那个，然后不能让他先生知道，就做很多事情是隐瞒的，所以这也让我会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学生例子当中没有看到一个让我会觉得特别明亮特别美好的一个案例。没有啊，没有，没有。所以你的生活当中，在教学生涯当中，尤其是遇到了很多不是这么正向的例子。对，有孩子的家庭的例子，可能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对，然后也对你的这个决定做了更深的巩固。对，就是五花八门的，然后就觉得就是我跑遍世界一圈，然后觉得哎，怎么看到的还是这个样子？原来其实每个原生家庭其实都是有很大的问题。对，不管他就是外表再光鲜亮丽啊，他再有钱或者住城堡，你也能看得到，就是开再豪华的车，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一地鸡毛。第五个原因就是最后一个，我其实不是很想拿出来说的一个原因，要说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还是很担心自然环境。当然这个每次说这样子的一个结论，都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来抨击你的。然后因为你们在这个方面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 standard。对，我有我自己的双重标准，可能他有他的双重标准。是的，对。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城市长大，没有接触过什么大自然。然后在英国的时候呢，就被迫参加了这个童子军。真的难以想象你参加童子军。对，然后其实都是在班里面学理论比较多，刚开始，然后就是在野地那个实践还是后面才进去的。但是呢，让我就会觉得，对大自然的那种刚开始是抗拒，因为很害怕，因为没有接触过什么虫啊这些蜘蛛啊这些东西，然后突然让你接触，你就会一下子，你像城市里面的小孩，就你不尖叫已经不错了。对，然后就是让你抚摸这些。开始了解大自然的一些种种现象，然后当然老师也会比如说教我们怎么看星星啊，然后看天气我是很会的，就比如说怎么样看云，怎么样知道哪一片区会下雨，怎么样确保十多分钟之后这个地方就干了。所以这些是我觉得学到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知识，也是大自然教给我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一个城市小孩终于好像有机会去学点有用的这种求生技能了。就是在我觉得接触自然之后呢，你慢慢的会去对大自然感兴趣。对，并不是一个就是好像从内心就觉得我好向往这样子的森林啊。我是那样的，你是那样子的哈。大学的时候，对，我是慢慢的就是慢热型的，因为你是从虫开始的。对，那个第一个入门的那个不是说特别，不是那么友好，对，不是那么好看。然后我记得在搬到巴西之后呢，就是跟那个原始森林就越来越近了，去过好多次。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觉得自己可以进野地了，觉得自己不怕了，什么都不怕，可以就是不穿鞋，然后在森林里面走都是完全无所谓的。对，我记得我的脚一直都是花的，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被咬的太多了。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呢，学会了怎么样去看树它呼吸的这个就是养分够不够，这些都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也是 contribute 在这个最后不生育的一个里面。比如说离城市越近的树，它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养分就是不够，你用那个 patches 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在大自然里面它那个 patches 就是特别特别多，然后这样我就会看到原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污染真的是对这个大树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大树不会说话，也不会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个就是让我跟我先生不生育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我们一起潜水。对，他是一个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他是一个理科生，然后一个搞电脑的，然后就是一个非常nerdy 的一个人。他对生育没有太多的 pro 或者是 con， 他觉得这是女性的权利，他就参与就行了。但是呢，当他开始潜水之后呢，他也是慢慢看到的这个就是环境的这个变化。主要是我们在海上和看海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在海上，哪怕你浮潜，你是看不到这个海底下到底是有多么严重。如果你真的是我在想潜水的朋友的话，你潜进去了，当你看到垃圾遍地都是的那一个瞬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无能为力，就想大哭一场，就是那种你看到这些珊瑚，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鱼的这个原生态被人破坏到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还打着旗号，就是什么海上面就是美丽的小岛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就是很贵的这些resort， 然后你海底下完全是两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对我震撼最大的，让我觉得最羞耻的一个就是我会有羞耻感。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在这个公海里面潜水我们的这个船在海上漂了10几天，不会靠岸的。这个区域在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我查了这个中文怎么念，对，是在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个就是赤道的一个国家。这个地方有着全世界说最美的珊瑚区，这个 reef。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想去看这美的珊瑚区嘛，但是呢，你看到的却是坟场，就是珊瑚坟场。经常潜下去的时候，然后上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这个领队就说，他说2个月前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哇，变化这么快，变化很快，极快。珊瑚死得快，但是其实活得也很快。他们有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保护一下这个环境的话，他们会很快，他们那个繁殖能力是很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但是它死的这个，它死的这个联系，它会关联到很多生态的不平衡。对，如果这里我跟大家就是我允许我科普一下的话，它会关联最大的就是这个 plankton， 就是海里的这些微生物。对，就是很多海洋生物的营养成分吗？对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你看那个 Finding Nemo， 他们就是住在这个珊瑚区的那个小 Nemo，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鱼，它必须要住在那种 reef 里面，它才能够存活。你别小看它这个鱼，好像它没料了，好像跟我们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它们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我们在潜水的时候就经过了一个这个最大的一个也最完善的一个 manta ray 的这个是叫魔鬼鱼吧，中文可能叫 manta ray，应该是吧？对，然后是那个飞的那个，对，特别特别大。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最完善的一个保护区，看到 manta ray 他们就是常年这些 manta ray 已经是女性了，没有男性了。这些 manta ray，是一个人为的，对，是一个人为的一个结果，对，结果，然后非常不幸，因为他们女性是知道这个目前是没有这个 plankton 可以给他们吃，所以呢，他们不愿意在这样子的环境再生育，所以看不到男性。然后当地的这个就是保护区的人也说很奇怪，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个男性了。刚才你说到 manta ray 只留下了女性，因为女性在生存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选择不繁殖。很有意思的是，在人类当中也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各种条件都比较怎么说恶劣的时候，比如说战后，非常的缺乏资源的时候，大家没有安全保障的时候，大家心理压力、焦虑程度很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男孩子少、男的婴儿少、女的婴儿多的情况，就是因为女性的婴儿存活率更高一些，它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假设哈，但是这是个现象是存在的，因为男性的胎儿男性的就是胚胎，在
前几周的这个受孕过程当中更容易被流产，尤其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去。所以其实人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现象，非常的奇妙。哇，感谢你分享的5个原因，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我也很好奇。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那其实。接下去我也比较想了解，因为你从小比较坚定的不想要生育，也许在某些场合有所流露。那有没有从小也遇到过一些阻碍，或者说 naysayer？ 你觉得最大的压力和阻碍是哪一些？其实就是最不想听到的一些话，我能分享吗？就是来恐吓你，打大字报，你以后老了怎么办呢？你会后悔的，谁谁谁就后悔啦，谁谁谁怎么样？你想要给答案吗？就是你想要给一个好的回复吗？教大家。我现在学会了，就是当然不理其实是不理最好，对，就保持沉默，或者就是陪笑脸，因为在长辈面前大家就陪笑脸，就不要说。对，我记得有一次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奶奶级的这个长辈来问我跟我先生为什么不生小孩，也是在我们在深圳、香港那6年当中，当时我的回复就是我说他已经结扎了，就结束这个结扎这个话题，对，然后所以他就一下子不想再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这个我用了很多次，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那么洒脱吗？还是对于这样子的问题或者说恐吓，一开始对你有些影响，你后来慢慢去化解，学会了去怎么样去和解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不爱挑太多矛盾的一个人，所以我刚开始我尽量是用一个很和平的方式去跟他们那个沟通，但当然也会有刺到我的时候呀。就比如说我有学生的家长就跟我说，他说，哎，你们这么浪费你的基因，对啊，你们生出来是混血，你不觉得很可惜吗？然后我就回他，我说你觉得是配种吗？对，然后当然我们关系非常好，他也不会因为这个生气，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作为丁克的这个女性也好，男性其实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希望被认可就是了。就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深思熟虑的，不是一个好像我以后很害怕的一个。大部分的丁克夫妇，我遇到的我身边的都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思考。对，然后这个其实我想插一句就是我们虽然现在这一集当中一直在讨论生与不生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所在的至少我个人所在的环境里面是已经默认就是大家尊重彼此的决定的，生也不会去问很多，大家觉得高兴不生也觉得我没有很好奇，就是想知道哎这个家庭为什么不生，那个家庭为什么不生所以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已经是比较 liberal 比较自由的，所以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这么comprehensively 全面的去听你的。对，我们以前聊过这些话题，但是不会说对，不会说聊的这么就是系统性的，对不对？是，对，没有这么好奇，对不对？对，没有这么好奇还有一点我还是想说的，就是在这个压力和阻碍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的这个决定其实也影响了我身边的人，对，特别是我的母亲，对，我跟我父亲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我跟我母亲还是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就是探望对方虽然不住在同一个国家，其实呢，她就要去承担这个后果，就是她不能当外婆，对，祖母，她不能够当姥姥。他不能够去有这个孙子孙女的这个可能性，他要知道这个血脉就断了。对于我先生来说也是一样的。虽然他有这个侄子侄女什么的，但是呢，作为他自己来说的话，就要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就是血脉就 that's it，it ends with us。所以呢，这个后果呢，是肯定对其他的家里面人有极大的影响。对，我相信很多丁克朋友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些就是道德上面的一种抗争吧，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觉得自己的父母好像很不容易，因为我在想很多丁克也好像是剥夺了一些什么东西，对，好像剥夺了他们的一些权利，然后
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拿我自己个人了，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有点 subjective，不是一个对比较 subjective。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就在想，我这一生其实也就是来世界，就是算玩耍啊，或者来体验吧，这个人生的这个做人的这个体验。但是我就是想完全遵从自己内心，不想欺骗任何人，我也不想去为了任何人去做一个我自己去欺骗自己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个样子的话，我宁愿就是很真诚的去把这个选择做出来，然后 someone has to bear the consequence。对 yeah, 对 ，someone has to。所以这是我至少 not the mandatory。I'm sorry, that was mean. not mandatory, please。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比我们年纪还是轻一些，他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听到什么祖辈说你的血脉要断了，或者说你以后没有人照顾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镇定的回答或者不回答。你觉得这个过程怎么达到内心的释怀呢？我觉得真的是皮厚了以后就好了吗？是，首先脸皮要厚。我觉得其实多学习，多看，就是多看资料，多看资讯。然后呢，如果你是有这个不想生育的这个念头的话，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点是哪里，然后还要知道这个原因，你自己的这个就是整个人不要把自己看成一片，看成一个圆形，走这个圆圈，把这个角度各个角度考虑到了。我觉得就是多学习和多看这方面的人，就是比如说你想不生小孩，你就看一下，如果选择丁克的人，他们最后过得怎么样了，然后他们的生活，不要看那个比你大2岁的，看那个比你大几十岁的，对，找那样子的例子，然后如果那样的例子能让你觉得继续向往的话，那你可以，我觉得可能有助于你做这个决定。对，如果那样的例子会觉得你跟你完全相反，就天哪，他一个人喂10只猫，然后老死在公寓呀，It's possible, right？ 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子去学习了，对，是个学习过程。对，是。那第3个问题，我想问 Ella， 在无孩生活当中哈，你最享受哪些元素呀？可以出来录播客啊，其实就是最多的就是时间，金钱倒没有太多的因为充裕，因为我觉得那天我跟我先生我们还聊，然后他说其实我们就是经济还是舒服的，属于那种非常过得还是很好的一个2个人的那种小家庭吧，但是呢主要是时间，我觉得时间是我这一辈子可能追求的一种向往元素吧，一个就是梦境也好啊，憧憬也好，我觉得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很多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很兴奋，我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人生刚开始，然后好多事情，这个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你看我经常跟你说，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我有充裕的这个时间和决定权，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奢侈品了，很大的奢侈品，是很感恩。那我给 Ella 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你的社会母亲的角色、钢琴教师的角色特别有意思。对于这些，因为你教的学生年纪相对比较小，我可以说也是算是半个老师吧。我一般教的都是26、27岁，非常优秀，非常有冲劲，想要考哈佛、考斯坦福的 MBA 申请人。但是我能想象去教年幼的孩子，实际上是非常 draining 的，就是非常吸收你的能量的，非常累的。那我也想听听你作为这个社会母亲角色的这样一个感受。一个是比较好奇，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做了社会母亲，所以你没有心力再去想象自己成为母亲？因为我有听说周围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小学教师，他说他见了那些熊孩子之后，他越来越不想生，最终犹豫了很多年还是生了，因为狗狗走了，家里狗狗走了，你能想象这一系列哈，说的比较简单化，我就想听听，就你作为社会母亲这个角色的得与失吧。我觉得也有，应该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但是这个关系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做社会母亲因为是我选择的，然后我其实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不用自己带嘛，孩子就你带他1个小时，对，还是可以还给人家的，对，还给人家，就是早上来晚上还回去，所以租借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其实跟孩子们呢，就其实我跟孩子相处的很好的。
刚开始我是以为他们见到我会哭的那种，但现在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其实我现在发觉，特别是我每次音乐会的时候，他们都说没有，我孩子没有对任何老师会这么爱，就是想去跟你相处，想去花时间跟你相处。然后所以我就想，那我还是有一些功德吧，在这个上面。然后所以我跟可能孩子相处的模式其实是是一个 positive 的模式，我知道怎么去跟他们相处。对我来说，在这个社会母亲扮演的这个角色当中，主要是观察，就是观察孩子的这个一举一动的变化，在他们的成长，让我觉得很 sweet， 就是跟学生之间就是有一种默契，然后这个默契，我觉得我愿意付出，然后我母亲在刚开始，她会很生气，他会觉得你去养别人的孩子，你以为他以后帮你养老吗？啊，哒。然后，但是我不介意这个，我一点都不介意，我非常的就是你养别人的孩子给拿钱的呀，是可以养老的呀。但是但这个工资还是付出还是不成正比的，我觉得，因为你的付出真的很多很多，你要为他们真的是做很多事情，而且对他们要有无限的爱，就是你就是对他是无条件的要去爱他。然后他再调皮再熊，你要想办法。因为我有学生，我的这个学生当中有自闭症的，有这个就是有这个 autism 的学生，然后所以我也跟他们，因为通过了他们学会怎么样跟这样的孩子相处，我也知道他们有多么不容易，他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非常同情那些家里面有这个就是有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些人会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奇怪。但对我来说，他们其实是每一个都是超级天才。我觉得特别就是，如果他们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教育当中给他一点点闪光的亮点，他会一下子就是迸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愿意去为他们学习，然后给他们提供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愿意的。而且学生要学，你还不想教吗？你简直就我碰到想要的学生是最开心的。对，你就我愿意给你，我愿意花更多时间，就是我的课都是拖堂，然后就是因为我愿意，真的是愿意去奉献，我觉得特别快乐。这个当然也会有熊孩子哈，有熊孩子，比如说他纪律有的时候不好啊，或者是他孩子都会调皮，你也会吼他几句，也会有就是生气的时候，但是这个大多数都还是有爱，很正面、很积极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很满足，就是对这个现状。然后你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很多爱，所以说这个角色是让你觉得非常充实的。对，是。然后因为我跟我先生也是愿意去做这个社会的这种服务，我们两个人就是说可能我们对我们这点我还没跟你讨论过哈，但是我可能想在这里说，我们其实那天想了一下，我们说如果等以后 Togo 走了之后，我们还要不要再养狗？我们可能现在犹豫，就是可能不想再养了，因为我们想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像义工的这样的事情，因为家里面有比如说有小孩或者是有狗狗的话，这个时间很难拿出来再去放在那个就是社区的这些活动，因为我们俩又很喜欢这样子的活动，就是觉得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我有更多的钱的话，我愿意去资助另外的一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的怨言。我觉得有狗孩子狗和那个人，我们现在就资助狗嘛，我们现在每个人领养了一只，在哥斯达黎加，然后已经5年了，就 Nutella 去世的那一年我们领养的，就是每个月给钱是吧？每个月给钱，对。然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些报告，然后看看他们的这个sanctuary 成长成什么样子了，他也会说这个钱我们用到哪些地方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这个金钱让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能得到很多的那种就是心里面就会有小蝴蝶的那种就是感觉，我会觉得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也遇到了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童装设计师，她就是个社会母亲，她就是你看她自己是童装设计师，她没有小孩，但她领养了一堆狗一堆猫，然后她就喜欢做，她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特别的我还对这个社会母亲的挺期待的，我想继续做。其实我觉得在丁克家庭当中我也听到很多相似的，可能是因为有时间和心力去给予爱，有这个给予的能力和 capacity。对，
让他们更能够参与到社区啊，包括服务就是更远的这样一些组织啊的活动当中去吧。我觉得，对，确实是，你也需要有怎么说 channel 对吧？有地方可以去贡献你的这个爱心。是，对，没有 bitterness 的，都是很愉快的。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成长，我自己把自己重养的这一遍，我觉得非常成功哈。我觉得就是能够让我比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更有爱。当然那个阴影肯定有的，我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是我吗？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然后，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自己重养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就是小看了这一步，这一步能够改变你，就是能够改变你就改命，真的是对。OK， 我叨了这么久，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提问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是一个马上就要当妈妈的女性了。然后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你的这个选择生育的这个心理路程。对，本来我们标题不是生与不生啊，是恐惧和犹豫。我是犹豫的那一个。然后其实目前还是比较准确描述的，因为我的生育观并不是一条直线的。我很想知道，就是你最终选择生育的这个最重要的几个原因，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哈，也就是我和托比还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就是我觉得非常 legit 一个不想生育的原因，就是确实对孩子没有感受。那这样子的成人的话，我觉得相比起生育的很多付出来说，一定是不太值得的。但是如果说你内心是喜欢孩子的话，那有很多犹豫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也能看到生育带来的可能的需要的付出，像你刚才说的，你的无孩生活的时间是一个奢侈品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担心的一点，尤其短期之内。但是喜欢孩子这一点，我想放在最前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默认的，看到孩子觉得很可爱就说我要生，对吗？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认知的过程，是非常全方位的。是，而且其实刚才我觉得还有一个和你的观点很对应的，就是你说到了自私。我觉得生育也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去说我未来的这个孩子是想被出生的，对吗？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就是自己权衡好一切，做好最好的准备，然后去挑战这件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达到，不在你面前，不去经历，你也不知道，你还没有开始成长，要随着这个体验去成长。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打引号的自私就是我觉得我是期待这个体验的，这个当母亲的体验。养育孩子对于我来说是能够拓展我的人生体验宽度和深度的一件事情，而且可能其他的事情比较难以去比较与这个体验去相抗衡、相较量哈。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获得的个人成长。也觉得它对于我的人生是会有极大的这个意义和关键性，对于我的成长是有关键性的。对，与阿拉有一点点不同的是，我也是个狗妈妈，但是狗呢是我的开玩笑说是一个 gateway drug， 就是入门的药品，入门的毒试验品成功。对，就是你从狗狗开始进入了一个母亲的角色，做了一些这样子非常相似的体验，随后觉得一个是我对我自己的生育观有更深刻的了解，一个是我对我自己需要重养的部分已经开始重养了大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向往，对于成为母亲的向往。我知道其实我还有点反感一个现象，就是当我说到养狗是我的生育的入门哈，会有一些朋友做了父母的，他会激烈的反驳说养狗算什么，你养了小孩就知道。我也很烦这个，对，我非常反感这个。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反感，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对养狗的理解和我们对养狗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养狗的过程当中，我是学会了学会了给予爱和接受爱。对，我了解了自己童年的一些缺失，开始去做一些
这种重养工作，对吗？重新滋养自己的工作。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养育狗狗并不是早上我遛一次，晚上遛一次，保证它的衣食住行，而是经常会去想我们怎么样去丰富它的生活、它的体验。英语就是 enrich 它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给狗狗买什么好看的衣服和玩具，我们给它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带它去自然，去看到它这个在海里，在真的是海陆空啊，除了空还没有，除了空，对它海陆是往往是两栖动物。先去森林，因为先去森林会弄脏，然后再去海里面游泳，再洗干净回来，再梳梳毛。对，所以其实，我跟托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看到了我们未来养育孩子的一个公式，就是我们不太会担心需要花很多的钱，我们甚至会把孩子送到一个叫做森林学校的日托，就是因为我们很相信这样子的这种 enriching experience 的养育方式。所以我的养狗姿势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入门级的体验吧。对，非常赞同，非常期待。就是如果说养狗都能够给我这么多的改变和成长，昨天还在跟托比说这件事情，我说对我们来说，其实这种体验是非常非常宽厚的啊。那所以也对我们养育孩子有了很深的，并且是一种 inform 的期待，我觉得，另外就很多成为父母的朋友们，其实我的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实事求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他们不会只跟我说好的那一面，或者说只跟我抱怨等等，都是给予我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所以从他们身上我肯定也会得到很多未来的这个指引，对吧？其中一个就是累当然是很累，或者说有很多事情是有一点不得已，但是呢，那种经常被描述成一种魔法般的体验 ，magical 的这种体验哈，比如说孩子真的会有这种很天真的一些瞬间，你就不知道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是怎么样建立，但非常的可爱。像这样的一些瞬间，包括看着自己的这个有50%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生物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向往的，到现在还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直到这个拥有的那个瞬间。对，我相信这个是，对，这个肯定是一个 magical 体验的，我觉得，对啊，因为你想有一个新的生命，它会居然是一半是我，一半还是我爱的人，对，然后而且他会叫你妈妈，然后叫他爸爸，然后会觉得 Oh my God， like what is it？ 哇，有一点，对，我其实我也非常赞同，因为我其实不喜欢看到很多人就是说明明累，他们还要说不累，好像就觉得说了累就承认失败还是怎样？对，或者是承认自己好像就是你说的不得已啊。我如果他跟我抱怨，我还愿意为他排忧解难。如果他一直跟我说 Everything is fine, I'm so wonderful，我就觉得阻隔了这种友情。对，我就会觉得就是可是我明明看到的你确实你需要帮助啊，我想帮助你，就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产生了很多距离。是，对。对，我觉得很庆幸有这样子的朋友哈。但待会儿我们可能在下集会聊，就是社会环境、互联网舆论等等，是很产生距离感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决定生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我来说有一点天时地利人和抵达了这个时刻哈。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人实际上他的生育的选择应该是一个符合参数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考虑过程，是生还是不生，还是再看，其实是一直在变的，对吗？那对我来说，实际上我在搬来里斯本之前，我是所谓犹豫哈，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参数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级别，让我很确定的说我要生，比如说。很贵，在波士顿如果要生一个孩子的话，你有自己的工作的话，一定是非常贵的一件事情。第二，这个孩子的压力可能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变量的这个多元素、多参数的这样的一个公式，不断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终于来到了一个好像比较favorable 的，比较不能说完美吧，对，而且可以让你
觉得安全的。对人身安全是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呢？那我们分开说说有哪些参数啊？我觉得首先一个是经济，就是来到这儿了以后，你会发现，哎，生活其实可以很便宜的就很精彩、很充实。不是说我有钱了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是可以 sustain 的，并且我也可以看到，哎，不是那么的以钱去铺垫的这样一个童年，是能够让我的孩子可以很快乐的。所以经济上，我觉得有了安全感。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怀孕了之后会不会有一点经济上的压力？这个其实跟我们所在的葡萄牙的这个生活环境，包括我们做的这样的整天在外面森林里面、海里面的这种选择很相关。对，不是因为开源了、有钱了，是节流了，或者说觉得哎这个生活模式是可持续性的，并且是相对来说比较跟钱不搭界、不成正比的。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如果大家参考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重要的参数，很实际，必须要。不像在上海啊，在香港城市啊，香港，对，你要给孩子 enriching 的体验，往往就是花钱的对，真的是往往要花钱的。我觉得第二个也有一些相关的，就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就是时间和我们的特殊职业。我和托比都算是在家工作，自由职业型。对，那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还不能把孩子带好的话，我觉得但是真的太难了哈。对，因为那个，对，也因为你们别人怎么办？对，别人朝9晚5的怎么办？是啊，人家还要考虑这个产假呀什么的。我甚至在第一个 trimester，就是怀孕前3个月的时候，我就在想象，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完全放假了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是所谓半退休的状态，并且是比较灵活安排自己工作的。如果前3个月我出现了一些孕烦等等，那我就整天睡大觉啊。但是我想象那些还要去挤地铁上班的，甚至还不能在那个时候跟老板说自己怀孕的，难以想象。是的，我的朋友，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在英国，就是他是独自一个人带孩子，单亲妈妈。很辛苦，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我有下次想请他来我们的节目，可能靠很多肾上腺素。他也没有，就是他工作也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拿工资，还要养孩子，然后就是每天都要给他做饭，然后就是。他说你能相信吗？我一个人，然后我说我不能相，真的是不能相信，而且 full time job 就是我就是属于犹豫到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可能是不会考虑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和托比的养育观当中觉得，其实父母的高质量的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时间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够给予的资源，也不一定说双方都工作的父母一定养不好孩子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高价值并不是说代表高长度的这个陪伴两回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资源是比较到位了，对，你们有时间对。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跟托比。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重养自己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哈。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是 mostly therapied out， right？ 基本上跟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跟自己的这个认知已经非常的完整了，或者说有了这样子的工具可以继续去自己这么做，因为你还可能会碰到没有预见的问题，对吗？但是在未来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了这些工具可以去解决，对，你有 tools 去帮助你了。我们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有信心去 stop 这种就是代际的这个创伤。当然，我们可能会创造新的创伤，这个是肯定的We don't know what that will be. Nobody's perfect. No， 对，我觉得跟托比的两个人的这个共同这个合作的能力啊，就是作为生活人生伴侣的这样的合作的能力，还有我们的养育观，相对来说是比较匹配的。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伴侣的存在，我也觉得，养育孩子好像变得更轻松一些，更可及一些，更 reachable 一些哈。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葡萄牙的自然和教育环境，刚才说到了经济，也说到了我们生活选择，但是这个客观的自然环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是的，所以我觉得孩子是会快乐的。对，然后教育环境其实我也是通过观察这个身边的学校啊，包括身边的有孩子的父母，我觉得这边的孩子还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非常能够信赖的环境当中。10岁、11岁都可以自己坐公交车回家呀，等等
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想到了我们最早童年的时候，我是 reminiscing about 小时候的环境，我都是自己上下学的，OK，所以看到这边的这样一个，我觉得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简单的，对吗？孩子是本来就应该可以自己上下学的，是，但是在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尤其城市环境当中，好像越来越变得不太可及了。是，在葡萄牙，我算是有点找回了这种小时候的这种安全感吧。然后最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上2集当中有提到，就是在这些天时地利人和达到的时候，我的身体回应了。对，这个很有趣，对，这个特别有趣。也有朋友说，就觉得这一点虽然是个惊喜，但是他觉得他可以想象，因为觉得我的状态，包括我的这些人生的改变，是很滋养人的。对，所以他觉得下一步就应该是这个了吧？没想到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对，这点就感觉好像这是一个缘分吧？对，缘分到了，所有一切都抵达了。对。第3个我想说稍微抽象一些的就是我的第3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生育孩子这件事情是比较的适配的。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活肯定会巨大改变，是6月底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我，会看到那个 Ella 当家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完全所以其实我是接受了这样子的可能的改变，并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改变具体会是什么样子，我接受了这个未知性。对，但是我同时也完全很快乐的可以去迎接这些所谓的 compromise，就是有孩生活你所要做的一些妥协和放弃。对，因为我并不觉得我是应该要去选择一种最好的结果，或者说更好的生活，而是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而已。或者说，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要优化这个结果，或者说固定这个结果，我就是要生或者就是要不生，而是不管命运扔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下一个故事，我都以一个很好的思考的态度，或者说人生的态度去面对。我觉得那样就是让我更无惧吧，对吧？就是你掌握的是方法，而不是去抓住那个结果。对，我觉得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有共鸣。就是我那天听到有人跟我讲，他说 Ella 就是这个我翻译一下，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是不安全的。他说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很有意思吗？我们多 curious 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就是有 curious 的这个。他说努努Donatella 离开，这是一个 curiosity 啊，就是他的这个死亡对你来说带来了多大的一个就是启发人生当中的。他说这个是 curiosity，然后不是一个 this is not the end。对，然后所以就是我经常就会觉得，所以我特别能够验证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体验。对，不管这个体验是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不要去给他下结论说他一定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不变成这个样子我就不算。那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产生痛苦的。对，你就不能活在当下，也是一种假象哈。是这种掌控其实是一种假象。对，其实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人的这个很多depression 啊等等，就是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都是来自于过度相信自己对生活有掌控嘛。就是你觉得应该是这样，或者是你应该要做到怎样，对，实际上造成了我们的很多焦虑和不快乐。对，因为跟你的形成了相反的话，你就会觉得有很大的反差。是。所以但是讲到这一点呢，我同时又想提到一个我比较不接受、不喜欢听到一种很 gloomy、很就是悲观的一种预示性的这个来自已经当爸妈的人的教诲，就是说等你有了孩子你就知道苦了，或者等你有了孩子就知道什么什么不可能了，这样子的态度或者一种叙事哈，就过来人的那种叙事，我不是那么的接受。因为我确实在生活当中有看到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光谱，一个 spectrum。有些父母年轻孩子的父母，他们就能够做到还真的就是
是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当然他们也很累，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喝很多很多的红酒，都家里的红酒被他们全部干光。但是你可以看到，你并且可以向往他们的生活，他们所养育出来的孩子也是非常非常好、有意思的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个光谱一定是存在的。是，对，我也愿意相信我可以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 parenting 的体验。对，我不是那么的欢迎，就是前面的过来人用一种很警示性的，对，其实这个也就是有点威胁嘛，对啊，我其实很不喜欢，就有点像是怎么样，等你怎么样，没错，有一点像是自己投降了，也希望别人不要达到。对，或者他就提前帮你预测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子，对，凭什么？对我也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如果之后我成了父母哈，我也会。如果就是对。然后我如果给其他朋友们一些任何启示性的体验的话，我肯定会鼓励他们勇于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这个 parenting 的体验。对，试了再说嘛。对。所以其实举个例子哈，我们很有可能会去尝试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可复用的尿布，就不是塑料尿布啊。对，就是那个可以自己水洗的嘛。对，可以洗的。对，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用这个。真的吗？啊，我好几个朋友。你知道很有意思，我在某些朋友圈子里面，一旦提到这个，舒服很多。他们会说，等你试了就知道了，哈哈哈。100%。能两个都备着呗，就看哪个。肯定要备着，对，两个都备着。对，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是并且是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就是大家来打压。不会，我觉得这个很高尚的，因为关键是其实我不是很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托比 champion 这个选择。OK， 万一错了他去洗，对 ，let him do it， 对，让他哭着也洗完。我的这个试错成本是不高的。对，有人在家里面，有人已经自愿承担了，为何不呢？到时候怪他头上就好了。对。那我想问问，就是你的这个，其实你的最初的生育观是怎么养成的？或者是说你能做一个对比吗？最初和现在？对，因为我刚才有提到，我不是直线哈，也不是说有了一个想法之后，不断的去巩固这个想法。其实我小时候是想要小孩的，并且觉得我还想要挺多个的。真的啊？说要2到3个，好像觉得2个有点太少，3个又是个基数好像凑不成对。但是那个时候的概念一直是我想要挺多的。大概是有天性的存在吧。是。动物般的天性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记忆。其次呢，就是在直接就跳到27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生育的焦虑达到了最高峰，因为你开始感觉到这个时间的推进，对吗？同时我的恋爱生活大家可能是记得一些哈，就是不是那么的顺利的。20几岁的时候都是左边一个渣男，右边一个渣男这样子，所以当时就觉得其实离想要结婚、想要生孩子是有很长的距离的。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就是好像觉得年纪已经有点大了，要冻卵的时候了，所以就开始思考去冻卵，去读很多关于 fertility、infertility 孕育和不育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时期各种各样的这个焦虑都是达到顶峰哈。那个时候呢，我甚至坚定到什么想法，就是如果说我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当时我的想法是我一个人也会生，就是觉得好像对于生育的选择是坚定到这个程度，或者说会觉得其实可以把生育和找伴侣2件事情分开不是我的首选，我可以很这个公开的说不是我的首选，什么去父留子或者说单身生育，它绝对不是我的首选。但是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我是会考虑的。理性来说的话，把这2个目标分开，其实你很有可能获得很好的是 outcome。对，特别是在我觉得有一定这个就是有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还有经济条件的女性的话，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不是很需要就是男性的这个。对，是需要是真的不是那么需要，尤其你如果还有家里的支持和经济的支持的话。但是我现在回看那个27岁左右就是焦虑的高峰，其实我觉得我也未必是对于生育的选择了解认知的更多我觉得一个是来自于这个客观年龄的递进，并且你读到了很多关于生物钟的这样子的一些理论，你会感到有些焦虑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也很容易出现人生意义的一种
不确定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部分这个生育的焦虑。随后到了31岁的时候，我就完成了冻卵这件事情，并且是自费的啊。对，还挺贵的是吧？对，挺贵的。那个时候。虽然一边在冻卵，一边却觉得我的生育焦虑开始下降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像，刚才说的这两个，一个是社会的压力啊，包括自己对人生的这种不确定性，这个缺乏意义的担心，好像反而退缩了一些。我们之前也说过，30几岁要舒服很多哈，比20几岁好像要舒服很多。对对对，一下子开始改变了，焦虑感就降低了，自然就降低了。其实，并且我开始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就对于要不要生小孩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从最早我觉得至少要2个，可能3个，变成了不是那么确定，看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的不线性。我觉得其实跟我个人更多是跟我个人的这个对于人生的这个把握很有关系。对，因为你跟那个你的伴侣都是很喜欢小孩，我也看到你们就是经常会带哥哥的小孩出去玩，表哥的对2个小孩玩的也很开心很疯啊那种，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们在这个精神这个能量上面就是能够给予孩子就是这么多他需要的东西，虽然很累哈，之后应该是累傻了。对，我每次跟他们这个玩之后呢，都是8点钟睡觉的倒下了。是的，对，我觉得其实30几岁，你当然很多事情上都会有成熟有成长。是，对我来说，有关生育的话，就是觉得有没有孩子，它都不一定是就有和没有，它都不是一个 absolute optimal， 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最佳选择，而是看人。32岁来到葡萄牙之后，很多答案慢慢也给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参数都到位了，好像就达到了一个 tipping point， 对，也就自然的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说，我们这个所谓意外怀孕，或者说自然怀孕，很多小红书的朋友是不会相信意外怀孕，他们觉得你如果不是避孕，就是在备孕，知道吗？这也是一个比较粗暴的简单叙事。对，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的，是没有这么简单。对，目前我们还未知的是想要几个，大概率是1个，但是 you never know， you never know， right？ 对 ，never say never，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用最好的你能够做到最好的这个对待的方式去迎接生活给你的任何的这个命运吧。我想问问，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愿意生育，还有曾经也是犹豫过，这个犹打个引号哈的一个女性角度，就你觉得在你所体会到最大的这个阻碍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刚才提到的生物钟，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像我们这样的女性存在的阻碍。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会追求高等教育和post 高等教育，对吗？你要读了一个研究生，甚至再读了一个博士，结束就是 late 20s， 对，不止了现在。对，所以说这个文化当中也告诉我们女性完全有这个权利和空间去追求自己所要的职业的这个成功和地位。也有一些说法说孩子要不要早点生，要不就晚一点生等等，就是女性还是需要去做一个选择。你要把这个生育好像是要放在你的人生某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必然会有一些牺牲这是一。第二个就是生育中是客观存在的，它没有随着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迅速的改变说女性可以成为 CEO， 可以当家，男性可以在家里面。可是女性的这个 fertility 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有一些高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对，但是大的这个层面还是没有任何的前进，所以说它跟我们的这些女性可以独立自主，可以怎么样，可以优先自己的职业是不匹配的，也短期内不可能匹配，是所以这是我觉得我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我想要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去选择、去犹豫，对，但是我没有这个无限的时间，是，对，确实是。然后冻卵而且还比较贵对，然后我还有多囊的问题对啊，我就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我在我的自己的账号里面最近有提到多囊这件事情，就是多囊影响高达15%的女性，但是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信息却是这么的缺乏，就是很多关于女性健康的一些研究都没有做得非常的到位，像这些就是我觉得客观存在的一些阻碍，对我来说产生了一些的压力。其次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非常愿意，或者说有这个能力去获得全面的信息哈。我能够去，如果我心里在想，我肯定想要小孩，我就是要逼着自己去多看看，不要小孩的优点在哪里。对，但是即使是如此，你有这样的主观意愿去 correct for bias，对吧？你去克服你的偏见，还是会遇到信息的偏颇。你在小红书上真的能遇到很好的信息吗？很少很少。对，你看到的，像比如说我这次成为了孕妇之后，我才发现很多事情，我以前以为肯定是剖腹产比顺产舒服啊，或者说肯定是那个从一开始就喂配方奶啊，喂奶粉啊，谁去母乳啊这么辛苦，然后双方都那个男方女方达不到平衡等等，这些都是小红书上学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听来的。实际上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一个顺利的顺产远比这个最好的剖腹产要desirable。对，你只是不知道你的顺产会不会顺利而已。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做黑白评价的选择。对，所以包括母乳，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我肯定要全程配方，我不知道我哪里应该就是小红书上看来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更能够达到男女平衡的这样一个选择或者说母乳其实也没有怎么没有吹的这么好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母乳是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说有 connection 嘛，对不对？有 connection， 有方便，有恢复女性的不一定，但是能够帮助恢复女性的这个身体机能等等。它其实不只是为了胎儿的一种付出，实际上也是就是生命很自然的一部分。对，关键是就是让这个母亲自己去体会，自己去选择。是我们不去剥夺她就是 otherwise 会达到的选择的权利。对，不要一来对，这些我觉得我也很反感这样的话。我在小红书上面每次看到这种，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明明很自然的东西被大家说的很可怕，就是神神鬼鬼的。对，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说我觉得可以想象的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想要轻松的生一个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想，我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特权，包括我有这样子的自然环境，我有自由职业的这种工作等等，要把这些参数都实现才能够生孩子吗？这也太难了吧？对，所以有太多的父母他达不到这种适宜，在我看来适宜的条件的话，他还是得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他可能就是要付出更多，或者说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吧。对，这个可能是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庆幸的一点我现在想问问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哈，然后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样的就是憧憬，就对新的生活，然后呢有哪些担忧，哪些 concerns？我觉得我很期待所有的那些新的体验我觉得包括那些积极的，对吧？看着这个宝宝这么神奇，也包括一些会负面影响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对，不追求体验一定要好而是全面性。那我也很期待看到自己的蜕变。我刚才提到了我最确定我想要生育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还是对于这个人生的新篇章是有一定的期待，并且说觉得对我来说一定是一个积极的影响，加深我的人生的体验宽度和深度。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成长和蜕变，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然后我觉得比较担忧的一点是，与伴侣的关系，我觉得比较直观一点，就是说我有听说过来自不少这个相似的couple 的反馈吧，说头6个月或者头1年里面，有些这个争吵是非常非常激烈的。我也向我的伴侣 Toby 聊了这件事情，他说他不是那么的担心，因为 we will see， 我还是不想太自满我还是想说，抱有一定的这个敬畏之心吧，因为确实有一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一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准备，但是还是要
brace for， 就是系好安全带。对，我希望不要有任何永久性的损伤。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又互相认识对方的一个过程吧，也是对不对？我觉得就是抱着那种 curiosity 的心态 ，let's see，对不对？Yeah，it's not gonna be so bad or so good. It's gonna be. It's going to be. Yes,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Yeah. 对，OK， 我想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问题哈，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特别就是好奇，作为一个马上就要成为就是母亲的一个人，你对目前的这个世界满意吗？如果不满意的话，都有哪些？然后你会担忧自己的后代吗？如果听了我们那一集关于新闻讨论哈，那肯定你会知道我对于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我和托比甚至都觉得，因为我们会想象说，哎，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矛盾会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 working answer 就是目前觉得可能的一个答案是，下一代可能会很不满意我们这一代的不作为。对于不管是这个社会环境啊、文化环境、政治环境，还有自然环境，对，也许我们做的还不够多，那给他们留一个很大很大的烂摊子。是，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有点共识的。但是呢，里斯本确实是一个泡泡。但相对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些 justification， 这个怎么翻译啊 ？justification 就是自我的一种正义感，就是去帮自己脱罪。不是我对帮自己脱罪，我知道你理解，但是我们需要Sean的帮忙。对，就是这个自我开脱吧，是吧？是自我开脱啊。对，所以我觉得在我就是个人的想法当中，这个里斯本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养孩子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做个人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去用这种universal 的这样一个 observation 说，包括世界是处于多少年来最糟的程度或者怎样很难去用那些观察去帮助你去 inform 你的选择。是，对，睡不着觉的，你再想太多了的话，想太多就不行。而且如果说就只对我们个体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和托比还是比较有信心，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这个环境，包括我们将要给他的这些体验，还是非常滋养他的。他能够成就怎么样一个人格，那是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能去上森林学校。森林学校多好啊！就是几岁到几岁之间，就是每天在外面。对啊，那个像那个华朵夫一样。对，就是要给，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到孩子足够多的营养。对，但是担忧也会有。我其实跟咨询师已经开始讨论这些话题了。我的担忧可能最大一点哈，就是我跟托比都是比较挑战世俗的人，或者说是敢于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是相反的，他成为了一个投资银行家，开个玩笑，或者他成为了一个不去挑战世俗，他去遵守世俗的人，我们有可能会失望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你人生带来很大宽度的一个思维模式哈，能够去挑战，去敢于去做自己真正想做，别人不一定看得上的事情。是，对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会不知道哪里缺失了，报错了，只想当乖宝宝。对，我还希望他会对这个世界有很深刻的一个兴趣，就像你说的，进入了这个音乐的世界，让你的人生完全就变了一个样哈。我会希望我们的孩子也是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美、对于文化都是有深刻兴趣的。如果他没有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失望。然后还有就是，他如果因为我们知道是一个男孩如果他成为一个厌女的人，那我首先就他的嘛，对。当然我朋友都会说不可能，我的朋友都说你的小孩肯定是一个 feminist。对。但是我想说，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liberal 的父母结果教育出来一个很 conservative 的 Trumper 的孩子都会有。对。所以一定要小心，大家一定要小心。是。OK，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聊遍了很多个人化的东西。是。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社评，
留到我们下集再讲。对，我们下一集更精彩。对，下一集还会有嘉宾采访。对啊，先预告一下好期待。对啊，我们要继续去忙了。谢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一些鼓励吧。就如果说你即使是有很不同的意见，也以这个非常友好的方式跟我们提出。对对，欢迎分享的，欢迎分享，真的是对。谢谢大家。OK， 下期见啦，拜拜，拜拜。